传说香巴拉是真实存在的，但是这个地方受到某种结界的保护，不是谁都可以去的，只有被选中的人才会被雪人带入到其中。进入香巴拉，你就可以找到关于佛陀留下的终极语言和上古高科技的武器。所以当年希特勒和苏联多次来寻找，其目的呢就是想找到强大的上古秘密。如果大家对藏传唐卡或者是传统文化感兴趣，都可以来主页粉丝群找我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他的故事。在二战时期，希特勒曾2次派人进入到我国西藏，但是都无功而返。但是当时欧洲流传着亚特兰蒂斯的故事，传说在1.2万年以前，地球上有一个神秘的大陆，它的文明科技发达，黄金到处可见。但是后来这一块大陆在一场灾难中灭绝了，但是有一小部分亚特兰蒂斯后裔生还了下来，逃离到了今天中国的西藏和印度的位置。而这群人类就成为了雅利安人和印度人的祖先。后来这个传说在欧洲知道的人是越来越多，传到了希特勒的耳中。希特勒坚信，如果雅利安人的祖先真的是神族，那么他们就可以通过选择性繁殖或者种族进化的手段来繁衍后代，创造出有超凡能力的神族部队，从此以后就可以实现战无不胜了。于是就在1938年的第一次，他们赶往了西藏，当地人很热情地款待了这支考察队，还在积极的配合之下测量了很多西藏人的头部尺寸，还将头发和眼球和其他人进行过对比。但是这一次考察确实没有发现什么异样。正要无功而返的时候，听到西藏的老人讲述了这样一个传说，在西藏隐藏着一个地球能量的轴心，如果能够找到它，就能够控制时间和空间任何的变化。考察队就把这个传说也带回了欧洲，这也是为第2次考察埋下了伏笔。时间很快就来到了5年后的1943年，德国战役惨败，而希特勒又想起了那个遥远东方的传说，又派遣一支小队秘密前往西藏。由于是秘密前往，所以这次人数不多，这一次在西藏一待就待了整整7年。但是由于那个年代信息闭塞，这7年这支小队潜伏在西藏发生了什么，没有人知道。直到1951年，这支小队从拉萨回到了奥地利，随身携带的档案还被英国人给没收了。后来也有人流传说在西藏确实在一座山下见过哈勒这支小队，而这座山正是冈仁波齐。